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广州女生和台湾男生的浪漫姻缘，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红娘的人听了都忍不住感动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缘分这种事情真的是说不准的呢。我们的女主小文是广州人，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优秀。她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，父母在她初中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她跟着爸爸生活。虽然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她爸爸省吃俭用也要支持她读书。小文也特别懂事，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爸爸的付出。高考的时候，小文考上了广州一所很不错的大学，学的是电子工程专业。大学期间，他听说台湾的大学有很多交换生项目，而且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特别发达，于是他就开始查找相关信息，发现台湾的大学对大陆学生有专门的奖学金项目。天啊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机会耶！小文兴奋地跟我说起当时的心情，他立刻开始准备申请材料，最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去台湾交通大学交换1年的机会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夸一下台湾的高等教育制度，他们的大学特别注重产学合作，学校跟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，尤其是在新竹这个地方，因为有新竹科学园区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业界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。小文到了台湾之后，发现那边的学习氛围真的很不一样，老师们都超级亲切的，不会给学生太大压力，但是又能引导我们自主学习。小文说，而且台湾的同学们都很热情，一点都不会让我这个大陆来的交换生感到孤单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小文遇到了她现在的老公阿翔。阿翔是她的学长，在实验室当助教。有一次，小文做实验遇到困难，阿翔很耐心地教她，两个人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了。阿翔是个很体贴的人，知道小文是交换生，经常带她去台湾各地逛逛。他带我去了好多地方，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垦丁，还有台北101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知道我想吃家乡菜，特地在网上学习做粤式点心来给我吃。小文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里都是星星。两个人这样相处了几个月，感情越来越好。阿翔的父母也很开明，知道儿子交了个大陆女朋友后，还特地请小文去家里吃饭。小文说，阿翔妈妈煮的卤肉饭特别好吃，让他一下子就爱上了台湾美食。不过呢，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当小文跟爸爸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爸爸第一反应是强烈反对。我爸担心台湾太远了，而且觉得两岸的身份问题会带来很多麻烦。小文说，但是阿翔却说，放心啦，这些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。说到小文爸爸的反对，其实我非常理解。作为一个单亲爸爸，把女儿抚养长大不容易，突然要让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换谁都会担心。但是啊，真爱的力量真的很强大。阿翔为了打消小文爸爸的顾虑，特地飞到广州见了面。我永远记得阿翔第一次见我爸爸的场景。小文跟我说，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，叔叔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文的。虽然我们在台湾，但是我会经常带他回来看您。小文说，那天阿翔还特意带了台湾有名的凤梨酥和乌龙茶给他爸爸。虽然爸爸表面上还是很严肃，但是他看得出来，爸爸对阿翔的印象还不错。让我们先说说台湾的求学经历。小文告诉我，在台湾读书真的很幸福。首先是奖学金制度特别完善，他不仅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，还拿到了科技部的研究补助。知道吗？那边的研究生不仅不用交学费，每个月还有补助金可以领，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。医疗保险也是台湾最让人羡慕的地方之一。我记得有一次感冒发烧，去学校附近的诊所看病，才花了几百台币。小文说，而且医生超细心的，问诊时会详细询问症状，还会关心你的生活习惯。更厉害的是台湾的产学合作。小文在读研究所期间就参与了台积电的产学合作项目，那时候就觉得台积电真的很强，他们特别重视人才培养，经常派工程师来学校跟我们交流，
分享业界最新的技术发展。毕业之前，小文就已经收到了台积电的录用通知，这让他更坚定了留在台湾的决心。其实我也考虑过回广州发展，但是在台湾不仅有很好的工作机会，更重要的是有阿翔在这里。2年前，在双方家长的祝福下，小文和阿翔终于举行了婚礼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特别温馨。我爸第一次来台湾，被这里的人情味打动了。婚礼上，阿翔的亲戚都很照顾我爸，好多人主动跟他聊天。说到这里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你们知道吗？阿翔为了让岳父放心，特意在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，准备以后接小文爸爸来台湾住。我们打算等疫情完全结束，就接爸爸来台湾。这边的气候比较舒服，医疗条件也好，婚后的生活也让小文特别满意。阿翔不仅事业有成，在家务方面也很能干，他会做饭，会收拾家务，周末还会带我去附近的夜市逛逛。有时候想吃家乡菜，他就陪我去台北的广东餐厅。说实话，做了这么多年红娘，我见过太多因为异地恋而分手的情侣，但是小文和阿翔的故事却让我看到了坚持的力量，特别是他们怎么说服小文爸爸移居台湾这段，简直让人感动的不要不要的。结婚1年后，小文发现爸爸的身体状况不太好。那时候我每周都会跟爸爸视频，突然发现他瘦了很多。小文说，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总说没事，但我知道他一个人在广州肯定没有好好照顾自己。这件事儿可把小文急坏了，正好那时候台积电给他升职，工资也涨了不少，他就跟阿翔商量，想接爸爸来台湾住。其实这个想法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有了。阿翔说，但是叔叔一直觉得来台湾生活会不习惯，所以一直没答应。后来小文想了个好办法，他先让爸爸来台湾玩2个月。我跟爸爸说，您就当来度假嘛。结果这一玩不得了，直接改变了爸爸对台湾的印象。首先是医疗方面，小文爸爸有轻微的糖尿病，在台湾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发现还有一些并发症。台湾的医生真的很细心，会很详细的解释病情，还会教我们要注意什么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在台湾看病真的很便宜。我爸在大医院做了全身检查，包括各种化验，才花了几千台币。如果在广州，这些检查至少要几千块人民币。其次是生活环境，新竹虽然比不上广州繁华，但是生活节奏慢，空气好，很适合养老。我爸特别喜欢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那边很多老人家一起运动，他很快就交到了朋友。小文说，最让爸爸感动的是阿翔一家人的态度。阿翔的父母知道岳父来了，经常邀请他去家里吃饭。阿翔妈妈还特地学做了一些粤式菜。那时候我爸总说，没想到台湾人这么热情，比在广州还要自在。就这样，2个月很快过去了，眼看爸爸要回广州，阿翔突然提议，叔叔，您要不要在台湾多住一段时间？没想到爸爸竟然答应了。其实我爸后来跟我说，他之前反对我嫁来台湾，是担心我在这边会受委屈。但是住了这段时间，他发现台湾的生活品质这么好，人也这么友善，才真正放心。小文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眶都红了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阿翔特地帮岳父申请了长期居留证。我知道叔叔担心身份问题，所以提前做了很多功课。阿翔说，现在两岸关系越来越好，这些手续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。就这样，小文的爸爸正式移居台湾了。现在他已经在台湾住了快2年，身体状况比以前好多了，最主要是心情变好了。小文说，以前他一个人在广州，经常闷闷不乐，现在每天都有事做，跟邻居一起打太极拳，还学着用语音跟老朋友联系。听到这里，我都要感动哭了。这不就是每个女孩心中最完美的婚姻吗？不仅找到了疼爱自己的另一半，还能让自己最亲的人也享受到幸福。现在的小文一家过得可开心了，他们在新竹买了一套3房2厅的房子，位置特别好，离台积电总部很近，小文上班很方便。房子的客厅很大，阳台还能看到远处的山景，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家。小文说，阿翔很会安排生活，把主卧给了岳父住，因为主卧有独立卫浴，方便老人家使用。
次卧是他们夫妻住，另一间房间准备以后给宝宝用。我公公婆婆也经常来看我爸，他们处得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。小文说起现在的生活，脸上总是笑眯眯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夸夸台湾的医疗制度。小文爸爸的糖尿病在台湾治疗后明显好转了，这边的医生会定期跟进病情，还有专门的卫教师教我们如何控制饮食。最重要的是有健保，看病真的很便宜。现在小文爸爸每天的生活可丰富了，早上跟邻居去公园打太极拳，中午在家看看台剧，学习一些台湾腔，下午去附近的长青活动中心参加活动，那边经常举办一些课程，像是书法、插花什么的。爸爸现在的朋友比我还多呢。阿翔也特别孝顺，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岳父去兜风。新竹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北埔老街啊，内湾老街啊，我们都去过好几次了。阿翔说，叔叔特别喜欢吃客家菜，我们经常去寻找有名的客家餐厅。小文在台积电的工作也越来越好，台积电真的很重视人才培养，每年都有很多进修机会。他说，而且这边的工作压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下班时间很准时，完全不用加班。最让小文感动的是，阿翔总是默默地为这个家付出。他知道我想专注事业，就主动承担了很多家务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还能闻到饭香。前几天，小文还跟我分享了一个好消息，她怀孕了，医生说是个男孩，预产期在年底。小文说，我爸知道要当外公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煲汤。阿翔的父母也特别开心，说终于要有孙子了。现在两家人天天讨论宝宝的名字，爸爸还专门去学做月子餐，说要给我补身体。小文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里都是幸福的光，这不就是最完美的结局吗？小文不仅找到了真爱，在事业上有了很好的发展，还能让自己最亲的人享受幸福的晚年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，爱就是要让彼此的生命都变得更好。各位听众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下次我还会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次见。